嘿，你好，欢迎来到风声啊！我现在来领取1分钟好运哈。来，这两张代表的意思是说，你内在有一个潜在的力量跟潜在的热情哈，已经按耐不住了，已经潜藏很久、隐藏很久的一个力量哈，一种一个火焰已经这样烧起来了。它会让你最近做很多事情的成功几率啊，或是充满勇气，而且达成率、完成率、成功率得到的效果都非常好哈，而且内容也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丰沛，会得到非常多人的赞赏哦。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潜力，你之前可能没什么遇过的哈，你会被这个潜力的绽放哈，有点对自己感到蛮惊讶的。也想到说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从来没有发挥过，所以你期待一下后，你最近会有一个潜力的爆发，好好的利用它一下吧。这是今天的领取好运，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跟分享哦，记得按赞，对频道很有帮助哦。来，谢谢。好，我们就到了选牌的部分哈，今天要选的是这3张牌。好，1、2、3哈。你可以凭自己的直觉，或是画面上的一个颜色的冲击，或是各种的吸引力吧，或是被哪一张图特别的吸引你，要观察它，或者仔细观察它的细节，那就表示你跟它的共振啊，还蛮强烈的，你就选它吧。如果你需要看久一点，你可以按暂停。那如果已经选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现在是选到1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说，对方已经慢慢喜欢我了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先来看一下你跟他的关系的能量好了。好，看一下，哦，对方对你是有蛮好的感觉的耶哈，并没有，对方对你是已经有蛮好的感觉了。是有喜欢啦，但是也有在慢慢的变得更喜欢你，是有这样子的能量有出现哈。感觉上是你们两个之中有一些相处的好感，有慢慢的建立起来，然后你对他的重要性也慢慢的多，还有你的热情也蛮多的哦，你蛮会表现自己的，对他也蛮多好意，也对他蛮多示好的。他有得到你的心意，他也觉得你让他感觉到很舒服。哦，其实如果你多一点的表达是希望在一起或什么的，不要再只是朋友或是一种很害羞的表达。这里比较感觉到是你还在处于一个比较害羞的表达当中了，虽然内心有一个很强大的火焰或什么的，其实对方也已经感受到你的心意了，对方也已经在想象说，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话，可能会有蛮不错的一个情况哈。这已经超越了慢慢喜欢你了，对方已经我觉得已经比你想象中的再更多了哈，所以其实可以有更多的表达啦，因为会有更多的发展，都是会有可能会发生的。帮你看一下哈，你们两个中间到底还有哪些距离，还是其实已经可以发展成恋人呢？各方面帮你翻一下哈。还是有一些犹豫哈，在你这里，我觉得还是需要慢慢建立，先不要急哈。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啊，自在感还是需要先慢慢的建立起来，才有办法到达那个亲人的位置哈。再等等，现在有一个比较需要等待的能量有出来哈，叫你比较急，因为土能量有点多哈，比我想象中的多。如果水能量很多的话，我就觉得还蛮适合的。但这边的土能量蛮多的，然后你自己虽然其实有一点在抉择当中，但是是对的。你的观察里面觉得说，好像不能太照进，不能太急，还要再继续慢慢来。你的想法是对的，因为虽然你的感受是被他很多魅力牵引住，可是对方的脚步其实是不急不徐的慢慢来。他觉得关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变得很友好，而自然而然的在一起。这是他给我的一个他内在的概念。所以的确啦，是急不得的，也不适合在太冲动的做太多的主动或太多的一些激进的，然后明确表达的，其实不用。一点这样的人的个性比较适合一点一点累积这个关系。他所期待的爱情，所期待的那个方向啊，所期待的恋爱故事啊，他的爱情语言也是属于这样子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每次增加一点点的回忆的。他希望有人能够这样子配合他，因为他心里建立的那个信任感，那个爱情的浓度，那个爱情的层次，其实蛮多阶的，它的层次蛮多的。
然后他更重视的是生活面的，生活感很重，生活的陪伴感，生活的在一起的时候，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事情就是说在一起不是只是黏在一起，他希望在一起的时候的整个品质是比较多样化的，有很多的就是说，也许出门去吃东西，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餐厅，去咖啡厅探踩点或什么有不同的乐趣，因为每一次都会是一个增进关系的一个新话题，然后讨论出要去哪里，也是一个很好的两个拉近关系的方法他希望有很多的变化性，但是每一件事情呢，都会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像砖瓦一样一次一次一次堆积起来你们感情的厚度，这是他所给我的一个。他的向往他对于恋爱感的一个向往跟他的模式然后确实你是被他某些魅力或什么吸引住，但是他其实也有他其实反馈他其实也有被你一些魅力所吸引住，只是他目前其实他内心有不想告诉你的喜欢他有点吝啬称赞你，因为他知道当他对于你过多称赞或过多的表达，你的反弹会的反应会比现在再更大，因为你现在的反应已经比他想象中的大很多了。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慢、比较温的人，但是你是一个内心比较澎湃的人，因为一开始就是用国王牌出现了嘛，皇帝牌出现了，那个火能量已经烧到王。可是也因为这样子你的火才会持续的慢慢的烧，对他的热情才会蛮多的，而不是一开始喜欢了，然后喜欢的速度也很慢，也很少，很快就结束。因为这个火焰它需要燃煤，它需要烧到一个程度之后，它才有办法有结果。但是一直烧没有结果，这个火会就自己熄灭，因为燃煤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没有任何的助力了，没有任何的方向感了，没有任何的目标感了。可是刚刚好，他这样子的个性呢，让你觉得常常在一个距离中，让你又燃起希望，让你又燃起热情，然后你也开始呢拿捏对他的好，是一步一步的给他，一点一点的给他，他才能够比较接收得到。如果你也有发现，如果你给他太激烈、太剧烈、太庞大的话，他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么多，他可能也会有一点回避或逃走。那是因为他的土能量在这里，他喜欢一种稳定、有规矩、有规律，摸得到的、可触及的、眼见为凭的那些东西，情感的东西他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喜欢或是一个爱的模式，或是他的方法吧，他的手段，他的对于恋爱的表示的方法，比较不像是从一种空的就是他喜欢有所行动，相处就是要一起出去然后吃东西就是要一起吃好吃的，就是有所行动，而不是只是都是讲什么你爱我爱你我喜欢你什么的，都是那种赞美的话，他觉得 OK 那个可以足够，但是他没办法落实，从公众落实到一份稳定的感情里，对他来讲概念是这样。但是你是一个比较热情的、比较弹跳性的、比较其实也是比较混乱性的你可能就当下什么感觉是什么，你就表达什么。他也觉得这样也不错，但是他会更喜欢稳定一点的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注意一下。然后再看一下你这边我帮你看一下你这边，因为我发现它的模式其实是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很安全的，但是我比较觉得你这边会有比较一些小小的风险、小小的危险，会比较混乱我很怕会打乱了他对于他喜欢你的一个模式的一个稳定性我这边是有得到一个暗示，说你要再比你现在所想象中的再稳定一点，所以我帮你翻翻看还有什么别的提醒。都给我那么大的牌看一下它各种能量都给我了，也是火能量多，可是火能量很多，风能量也很多，然后有水的骑士也有在这里。他觉得你的浪漫你的浪漫感，你的一些浪漫感是你的优点，可是你必须要有点收敛
他能收到的你的优点的量不需要这么多，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非常需要浪漫感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那个人能接受到你的10%的100%的浪漫感，他能够接受到它内涵，他能够接受到那个浪漫感给予的一种快乐跟幸福感。但是这个人呢，他接收浪漫感的分配比例可能没那么高，所以你的比较浪漫的东西给他20%、30%对他来讲已经非常多、非常饱满了，已经很足够了。所以相反的，你也不要觉得说你给了这么多的一个情感的表达，可是他为什么都接受不到？他不是接受不到，他是接受到了，只是很多多余的浪漫对他来讲就是溢出来的水流掉了，因为他的杯子没有那么，他对于情感的接受的杯子没有那么大，但其实他已经觉得很足够了，所以不要误会他。然后因为风跟火的国王都出现了，那就表示说你这里你内在的一个澎湃感会逐渐的澎湃起来。他有一点觉得，我这边是有点在被暗示说，对方可能没办法招架这么强大的热情。你可以再收敛一点，他会觉得你可以再减少一点你的热情，他会觉得这比较稳，这比较有秩序。他也比较看得到你，因为你比较，如果你像你一直活蹦乱跳，个性比较弹跳，像那个弹力球一丢，它就会弹来弹去，弹来弹去，要等很久才会停止，找不到。他也想好好的看着你，但是有点看得太累了，看的节奏太快了。他希望你再慢一点，不要那么快说话再清楚一点，表达再清晰一点，给他的讯息再少一点，再精准一点，再精简一点，再精致一点，他接受的会更好。他现在并不会给你反映这些，这是牌面告诉你要注意的。但是他心里会有一种不自觉的感受，并不是因为他下了规矩，所以他希望你做到这样，而是他本质上有一个这样子的模式，会影响他对于你的有感，好坏的友好度，喜爱程度。如果你照现在的你的模式再收一点，让你自己再冷静一点。再平静一点，你还是能够保有你原本的个性，但是需要再平静一点的方式的话，会让他更能够专心的看到你的好，更能够专心的注意到你的优点。那他对于喜欢你的速度可能就会加快了。然后我再帮你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代表了你们两个之中有一些强大的牵引的我不觉得只是单方面的他把你勾住了我觉得他自己也有内心有一些小东西也是被你牵引着，我想看清楚。好，我觉得他少了，他其实也是喜欢你的，也对于这份关系是觉得认可的，也觉得这份关系是不错的、舒适自在的。然后他也有自信的在这个关系里面调配到或是整合到他觉得很好的情况即使你不用太多的改变，他也能够面对。但是如果你要加分的话，你需要听听刚刚在前面的建议。但你觉得你要保持你现在这样就热情如果什么也是可以的，他也有能力把它调配到比较好但是感情跟关系还是要互相对彼此多做一些事情，才有更好的加分作用，才有更好的 buff 然后他这边呢，我觉得他自己其实有一些小小的缺陷，就是他缺少了对于爱情表达的勇气，所以才会比较像是前面他希望有秩序、比较平静、比较稳的一种慢慢成长的爱情关系，因为他他不是一个看到瞄准到某种爱情，他就会奋力的去追逐的去一定要拥有的这种个性，他没有那个勇气，他自己是需要去学习更冒险一点。他自己其实的冒险心他本质上的冒险心并没有这么的强大，然后他又对自己因为这样子扎扎实实的建立自己的人格、建立自己的生活各方面，做很多事情，他都有所成就，有所获得，而那个获得是他原本期待，他看准目标，而且他就还真的获得，所以他现在是其实还满意自己的。要去提醒他说要更多的冒险对爱情什么的，其实还蛮难的，因为他做的事情并没有以前做这些事情并没有太多的差错，所以要突然去给他这个建议呢，他很难去反省说不好在哪里但是你的出现呢，反而是改变他的这个性格，改变他这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你的出现会让他的世界更加的丰沛。但也有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是有在慢慢喜欢你的。我是觉得已经超过那个喜欢了啦，我觉得已经超过只是慢慢喜欢，而且他已经是喜欢，而且在有没有觉得有没有交往的可能的前面了而已。这样就是我刚刚说的，他少了一些冒险性，少了一些东西，他对你也有一些想象了，在一起的想象。这是他自己个人很私密的、很偶然的会想到的事情，但他没有把它加注在一定要让它成真，或是一定要让它实现的这一个方式。就是说，他有想过，也许跟这个人还在一起，应该还不错，但他还没有心里还没有确定说，我想跟这个人在一起，说我要做什么，还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子。但他心思上确实已经有这个心，有这个意志有跑出来了啦。所以接下来你们两个再拉近关系其实不难哈。我这边所得到的建议是，你确实是可以保有你现在你所喜欢的自在，这是一个很好的魅力所在。第二呢，如果你发现这关系有点不上不下进不去的话，那可能就要听取刚刚的建议，就是你可能要平静一点，要再收敛一点，因为你现在可能已经超过你应该表现的样子。可能你近期过得太过兴奋啊，快乐的事情什么，反正不知道，反正你太过快乐就是失去了平衡哈。你可以表现得到自在就好了，但不用太那个 overreaction， 就是对于这感受有太过度的反应，好吗？差不多达到平衡的情况就可以了。好，我继续再帮你看一下，我帮你多看一下他那边对你的情愫。好，我再帮你翻看看他对你的情愫有哪些比较精致或是比较精准、比较细的讯息哈。还有这个，然后他其实他有一些担忧啦他有一些担忧啦，就是我刚刚说的，他其实冒险的心没有你那么多了，他其实可能各方面星座也有可能星座也有一些影响，你再去探究一下他的星座，可能就会比较理解哈。他其实蛮怕一些关系被破坏掉的，有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种热情，有一种习惯是会追求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不是情感面的，都是物质面的。他是因为跟你的关系比较像是情感面的、精神面的，他的这方面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他这部分需要你比较去带领他，去牵引他，去引诱他，他才会慢慢的突破。因为他心理上是有一种有过情感上崩坏的不好的经验，或是受挫折感，或是跟别人告白有失败的经验，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已经不会再做了。他是属于比较被动的，慢慢接近，他是属于一种观察者的角度，观察你跟他的关系，观察你，然后才能够慢慢找到你们相处的方法，才能够找到有没有可能在一起的机会。所以他确实是有在慢慢喜欢你啦，却早就已经找过了。然后他内在的一个热情啊、情感的东西是达到一个平衡的，它本来就达到一个平衡，就是没有特别哪一个元素，像你就是火能量特别强，所以你就表达的特别比较多、比较直接。可是他没有，他在各方面是他的内在是比较平衡的，可是他做事是比较土能量的、比较扎实的，这是一个他的所有安全感的来源。但是我在这里有看到说，你是可以突破他这个关系的人。因为你们有一些东西连接住了哈，但是你必须把它拉过这个隧道，把它拉到你的世界。现在就是说，你们两个现在在一个连接口哈，要有人走过去，要有人走过去的一个桥梁吧。可是两个都在桥的头哦，但是如果你要慢慢走过去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你把它拉过来，速度反而会快一点哦。所以你可能有机会或什么，你可以跟他更亲近，更多的，你可以更多表达一些热情啊、直觉或什么那些东西分享给他，让他理解到说，其实情感面也没有那么可怕，也没有什么，有很多东西都是会再生的、再重生的，然后也值得冒险的哈。反正总会
总会回复或什么，但是你并不是那个会伤害他的人，或是会让他失望的人。你可以跟他表达很多这种东西，把你们的感情都拉近在一点哈。对方是一个能听得进去很多，他就吃软不吃硬的人啦。他就是能够听到很多比较温暖的话的、比较温柔的话，他耳朵会听得比较舒服，他会能听得比较多的那个字句。如果你用这种角度去接近他，跟他相处，他会觉得很舒服。在情感面、感受面，他会觉得很舒服、很被保护、很自在、很温暖，进而他就会慢慢的把他的安全感也分给你一点，然后你们的关系就能够拉近，他就会能够跟你讲过更多情感面的东西，然后你也会成为在情感面的时候他的一个蛮重要的依赖跟说话的对象。好，那你们的关系自然而然的就会照他所要的那一个自然而然对其红砖的方式，把你们两个关系就稳固起来，然后你们两个就在里面，你们就能够相处起来了。好，现在还在这个阶段，所以你们两个距离是不远，你们两个距离是不远，但你可以更多的主动，而不是等他慢慢的来喜欢你。现在那个阶段，慢慢等他喜欢你的阶段已经过了，他已经喜欢你好一阵子了哈，就只差，我觉得还差一些更紧密的一个情感交流，更紧密的一个情感跟自己的内在故事的交换。比如说，你可以跟他交换你以前的故事啊，或什么跟他谈天说地什么的尽量都是讲一些不要彼此的话。你可以讲一些跟你们彼此内容没有关系的，就是先从谈论别人的事、外在的事物聊起。达到一个聊天的模式，达到一个你们两个人的语言模式，就是两个共通的语言，然后才慢慢的往内在去啊。那你可以先用你的事情讲出来，然后看他有没有拿他的事情来交换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哈，那你们两个的互动会更近，会更拉近一点，就可以突破那个他原本有一种怕受伤，或是他原本对于情感的表达是比较不擅长的那一个边界，那一个栅栏，你就会把它打开了，然后他只要跟你表达是自在的就 OK， 他不需要真的学会去跟所有人表达自己的情感，都是很顺畅的，不用。你的目标只要他跟你表达他的内在跟精神面或者是情感面很自在就可以了。好，你只要创造出你们两个的语言，那这个关系就能够拉近到更好。那我再来看看别的讯号，这个讯号我是无意识的，我只要翻出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我无意识的讯号需要我知道。翻好了，反正可以看。好，当你开始跟他聊一些比较内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内在有非常多的秘密，不是秘密了，他内在有比较多的东西可以挖掘，也可以帮助你。他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帮助的哈。然后他其实不像他外在看到的那样，他外在其实你已经觉得他很丰沛了，他已经很厉害了，没有。其实他还有更多东西，他都没有拿出来。他是一种取舍的，他有一些他更厉害的东西、更强大的东西、更好的智慧，他以前用的、他很擅长的，可是他现在觉得不需要，所以他把那些先放在一边。他现在已经建立出一个又新的或是更高阶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你的某一种智慧的导师。你可以跟他聊很多东西，并不是你现在开导他，你只是一个引子或是一个钥匙打开他这一个部分打开你跟他这个关系的这个部分。但你开始跟他聊天，聊很多内在事，你会发现说，哇，这个人有很多内在强大的东西，是你没有挖掘的东西，他都没有跟你说，他也没有要张扬去跟别人说，因为他觉得对他来讲重要就好了然后你们的关系距离会拉近，虽然还是有一点就还是有一个距离感还在，那个距离感比较像是说，当你挖掘了更多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对他的陌生感有一个新的陌生感出来，那个只是不是说你突然觉得你不认识他拉开去，不是，而是说你挖掘了一个新的他，跟你现在或是你所认知的他有点差异，但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表示你已经挖掘到他另外一个他，表示他也已经敞开心胸分享另外一个他给你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进阶关系的进阶。你可以好奇的问或什么的但等到你发现有另外一个陌生人他出现的时候，表示你们的关系是真的进阶了，然后你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关系，进阶到什么可以谈反正你们关系就会再更紧密了
然后只不过重点真的是他的内在精神面呢，我觉得你们要拉近关系的真的重点是他内在的精神面需要你慢慢的去探索。当你探索的越多，他愿意跟你敞开心房讲越多事情，表示你的关系越来越近。而且你要非常高兴，他其实不太会跟别人讲那些事情，但他却跟你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你们的关系已经不是以前那样子了。好，你可以慢慢去确定这些事情。好，大概就是这样。这选择一的朋友，其实他不只是慢慢喜欢你啦，他对你的感觉已经到蛮好的程度了。现在比较到是说，你们还要在更多的交流、更多的交集，而不是你追我逐的状态哈。你们要在比较进入一个比较对等的情况，然后交换一些自我，把关系再拉近到要变成恋人前的那一种友好度哈。好。祝福你哦，希望你能够慢慢的跟他成为更好的关系。那谢谢你来听，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牌面上的象征的诠释。如果你喜欢的话，或是对你有帮助，记得按赞跟分享。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谢谢。来后，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今日的题目是：对方已经慢慢喜欢我了吗？大家对我的感觉到什么程度了哈？我们来看看。好。再看看你们两个，他现在，我觉得你，我觉得他其实现在有点停止了。他其实他是有喜欢你的，但是他对你的喜欢现在停止在一个阶段了。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有些事情困扰住他了，他的那个心情各方面分散了，并不是单单对你一个了。因为他现在身上有很多事情压着他，然后他现在是处于一种他需要重新站起来，需要重新找到方向的一个位置。所以你现在可以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去，跟他慢慢的靠近，不要太快，不要单刀直入的去问他说你发生什么事。我现在牌子只能告诉你说我没有看到他有一些心事或什么东西正在压着他，但是如果你看到他外表上表达出来没有，那你就要当做没有，不要去揭穿他，好吗？因为他现在蛮脆弱的哈。然后，但你慢慢的靠近，给予一些温暖是有用的，因为他现在并没有困在里面，他现在已经都解决了，心态上或者是事情都解决，烦恼也都已经想完了。他现在只是在站起来的那个阶段，他在慢慢的站起来。所以你可以当成是扶他的人，或者在旁边给他鼓励的人或什么的。你再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感觉到比较多的温暖。但是记得不要去问怎么了或是什么事情哈。你只要你的存在感出现在他附近，让他感受到他是可以来有点依赖你，来有点可以跟你讲讲事情的人就可以了。我觉得大概能做到这个程度就足够了哈。那题目说他们喜欢你呢？我觉得他本来有，但是现在先停了。因为他分身乏术，思绪上分身乏术了。然后再看看你们中间的一个连结。牌子到他这边的时候，他就变成是一个思绪非常混乱的样子，连续3张都是。他也很想要做得更好或者什么的，可是他好像现在有一些事上的困难，就是他现在有很多的事情烦他还没有办法做得很好，他也没有把它整理得很好，反倒是你这边反而变得很稳定的哈。跟他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你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然后也有一些成果在收获，然后你的状态各方面都很平衡，没有很乱，而且你现在还有一些比较遥远的目标，你还想达成，然后自己也做得蛮好的，你对你自己各方面都是非常健全的。可是相反的，他现在是处于一个混乱的、有点混沌的局面，各种困扰的牌都在这里出现了。对我来说，他虽然慢慢的站起来，可是他有点强迫自己站起来，有点强迫自己变比较好。反而这边看到的契机是你反而可以主动去靠近他的，他现在还蛮需要有人陪的或各方面的哈。那他是喜欢你的啦，只是这个能量有没有继续延续，我这边看不到。
为什么我说他喜欢你哈？因为他这边有一个需要感，被需要的感觉很重。但是，而且我这一副牌，我又在连接的是，我在想的是你跟他。如果他这个被需要感这么重，那他表示他需要的是你。可是他其实他其实蛮顽固的，他喜欢自己一个人解决，自己一个人面对，可能也关于自尊跟面子问题吧。因为他很多事情他都处理的蛮好的，只是刚好在这个节点上他处理的比较差，但他也处理完了，然后。只是他站起来的时间，或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的时间，可能有点慢。你跟他真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况诶。哦，我看一下怎么帮你们看一下你们怎么达到连接。但我还要先问一下，他现在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情况？好，先把这个东西看到之后，才比较能确定你能够怎么出击。哦，又出现了这些。应该都在一起的困扰牌，竟然全部都一起出来。我觉得你可以主动出击去跟他聊聊，他现在蛮需要有人帮忙的，而且你好像跟他一聊之后，你是那个很能了解他状况的人，而且还是能给他一些鼓励跟建言的人。你是这个人呢，因为这里有这里，而且效果蛮好的，你对他的帮助能力也蛮大的。他现在正在跟一些精神面的搏斗，不知道是跟别人搏斗，跟旁边有一些人跟他竞争，旁边有些人让他困扰呢，还是他自己心里给自己的压力太大，然后他现在正在困扰着，而你是他的一个解方。我会看到你是他的解方，因为这个牌让我看到说，你在某些契机点、某些关键点，你能够给予更好的方向感，给予更好的判断哈，就是是是非的判断，能够给他很好的建议。而且这里又出现这一个，你就是那一个能帮助他的人哈，能给予他建议的人。然后又出现了权杖8，告诉我说这是个势在必行、效果很好、可以做的事情，被鼓励做的事情。然后又搭配了前面这一张牌，更像是说你是一个能够看准方向跟门道，然后就能够付诸于行动的人。所以这些牌都反而，抱歉我说，你现在是反而是很需要帮助他的人。所以这好像是一个你们两个拉近关系很好的机会。这虽然完全偏离了我们的题目了，可是我们却找到了一个新的契机点，能够让你去切入你们的关系，增进你们的关系。我问了2次，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就全部都比较像是说你需要去帮助他，或者你需要靠近他的时机到了。对啊，你是有那一种能力跟理智判断这个他的情况，跟能够帮助他的人，能够跟他聊聊的人。他现在如果真的需要一个浮木的话，你好像是一个很适合做这个角色的人。然后我们再帮你剖析一下更细的剖析一下他现在的状况哈，然后帮你找找你现在的切入点。我觉得这个好了。他的状况他已经恢复的一些了，他找回了他的自己一些价值观哈，他的情感跟精神面已经在从零开始在慢慢的恢复了，然后他恢复的速度蛮快的，不管是感情面或者是一些自我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感情上好像受到一点点困难的人，一些伤害的人。他现在就是对于情感面有点薄弱了，情感面有点虚弱，所以他现在蛮需要温暖的。所以你现在跟他靠近的话，其实用情感的比较温暖的关怀的话，效果会蛮好的。而且他这里牌没有任何一种想要阻止任何人来靠近他的一个心态。他现在心情是属于开放的，可能他的专注力没有办法在外界。他其实他现在是听得到别人对他的声音的。他现在
心思各方面身段啊、个性都是比以前更柔软的一个情况有出现哈。只是他现在比较躲回一个比较自我保护的一个状态，但他也想要表现给别人看，他现在其实蛮好的，没有问题。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去问他或者接近他的时候，他并不会反抗你。对你生气，或是把气迁就在你身上，他反而会有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因为他想要符合他所表现出来是没有问题的样子，所以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反而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跟他聊起来，他也愿意跟你聊，就算他是装的也没有关系。只要开始聊了之后，他就会明白你的心意，他会明白你是对他有帮助的人，哈，你是能够理解他的人。只要我们打开了这个门，打开这个契机，都可以哈。也不要去揭穿他是不是故作坚强什么，那个都不用哈，因为那个只是他的求生本能了，我们要欣赏，而不是去拆穿。他整个现在的情况本质上其实是蛮好的，只是那些困扰的事情压着他，但还好他已经度过了哈，给他一点时间去站起来。那他对。我现在翻的是，我问他说：“如果你主动去做了之后，主动去做结束会有反效果吗？”我说还是不好。可是牌面上却告诉我说：“可以啊，可以去做啊，不各种角度，你跟他聊各种角度，你用各种的人格、各种的样子去，情况都会有好效果的，不用特别去预设你要成为什么样的角色，不用哈。而且那个方向也是对的哈，你可以带着一种帮助他的。”态度，或者是去不要好奇，不要用八卦心态或什么一种帮助他的心态，用一种被动被需求的状态去哈。你可以帮他建立更多的原本的自信，可以建立更多的原本他的样子。他不是不好，现在他只是现在刚好整个状态比较差，但是已经比最差的他已经不在最差的状况了。好，这样只是他的人格。我们再重问一个问题哈。我来问他，他对你的感觉。哦，那还蛮好的。他对你的好感度还蛮高的，他觉得你是一个让他感觉到很舒服、很自在、很温暖的人哈。在他很渴的时候，他想要喝一杯水，他希望你是拿那一杯水来的人，因为你会同时带来一个温暖跟依赖感。然后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欢乐的感觉，好像跟很多很有趣的人一起在一起的那一种欢乐，或是跟朋友在一起的那一种舒适感。光是跟你在一起，你就能带来这个，而且你会带来很多有趣的新思维，很多的创意，很多的他没听过的东西，他觉得很有趣哈。所以其实他对你的好感度还蛮高的。只是刚好在双牌这些，他陷入了自己的困境里，但没关系，这个东西过了之后，你们的关系会拉近，而且现在你去靠近他，也是你们关系拉近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这边有，再看一下哈，他对你的感觉，我们再看更多一点。他对你都是一个蛮天然的一个思维，不管是理性跟感性面的时候，他都是一种蛮自然的，没有预设的。你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他其实你做任何事情他都蛮自然的会去欣赏你。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现在自己对他来讲不满意，还是要做一些改变。其实是不用的，而且他也有点担心说你可能会不会也有别人喜欢呢？这是他一个小小的思维哈，可能这表示他觉得你蛮好的，也许你可能也有别人在喜欢在追吧，他可能有幻想过自己可能要跟别人竞争你或什么，但是他是一个很小的思维。就是当他产生对你的喜欢的时候，他会想说：“哇，自己可能配不上你。”因为他自己会困在自己的一个自我审核中，所以他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思维，觉得说：“哇，其实如果这个人还蛮好的，我是不是我可能不适合他或什么？”就是会有一种很自然的思维哈。但是有在想这件事情就很棒了。都是出现这种。宝剑牌出太多，我觉得他每次想到你的时候，他就会分析这个关系，分析你是谁。他观察你观察的还蛮仔细的哈。我不知道这个是立足点是立足在喜欢你还是什么，反正他对你还蛮有兴趣的，你的存在感对他的生活来讲还蛮重要的哈。对，有啦，他对你是，你对他来讲是有吸引力的。
是有某些外在的吸引力啊，各种感觉的吸引，他可能也喜欢你讲话的方式，也喜欢你的肢体语言啊，也喜欢你的个性的蹦蹦跳跳的或是什么的各方面他其实是他其实是喜欢的，到什么程度？目前觉得好像也会被你的一些举动所牵引跟影响了，但是他不会表达出来，因为很多风的牌他理智牌有出现，他会控制他要控制他的外在表达。他其实真的是一个蛮爱面子的人，前面上一副牌就已经看到了，所以他现在所表达出来的一定不是他现在内在那个东西，因为他向外面表达的东西很多都是包装过的，都是为了保护他的，也不是不好，也不是虚假的，而是他的一个保卫机制不要怪他，因为这是他的生存方式。对，他确实是想过会不会有别的人也喜欢你，觉得你好像是个对他来讲是个有魅力的人，就就是负担这些都出现过了他有一些庸人自扰啦，也不能说庸人自扰，他就有一些自找麻烦的思维想法了。他有想过头了，他有想过头说，你如果跟你在一起，或是跟你太紧密的时候，会不会给你带来困扰或什么的？他心里觉得跟你是有点距离感的。我觉得他只是因为他不了解你了，所以他才产生一些距离感。他也不了解你的心意，其实你的心意是比较倾向他的，你在等待他喜欢你。其实他可能也没接受到这个讯息，所以反过来他想象的有很多内在比较像是说，这个人有没有讨厌过我或什么，反正他跟你有一个距离感，都是他的猜想跟胡思乱想，但他不一定是他往情感面的想，他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想东西速度很快的人灵感来的很多的人，所以当他对你有一个瞬间的好感的时候，他脑袋会同时思考说，这人不错，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会怎么样？如果跟他在一起我又不够好会怎么样？然后我应该带他去哪里玩啊？他会不会满意啊？什么？这些都是一瞬间他就把它想完的，所以这些思绪会在这边就都出来他不会拘泥很久去想这个东西，因为是风能量很多，不是水能量很多。他风能量很多，他会带过来跑来跑去，飘来飘去，就是一些很乱的思绪在空中飘啊，在那边跑来跑去。就是他有点空中飘了非常多的字句，但他又有速读的能力，所以他每看到一个，他就一下就可以阅读完，大概就是这个形容来看一下你们两个关系的距离或是要多久才可以拉近距离？看一下，我先看看3个月两个人的状况好了。这3个月你们的关系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化，就是都是负能量的我觉得无法预测关系会有多快的进化，但是这里提醒你要再自然一点的顺势而为顺着感觉走顺着他的感觉走，他也需要顺着一个你们两个关系的感觉的能量才会比较拉近距离。他这3个月没有什么驱动力，我觉得没有什么驱动力，它是一个来来回回的风，难捕捉的风的能量在这里，所以很难确定这3个月关系会不会有什么大进化。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大进化，会维持一个现在这个状态蛮好的。你们两个交流这3个月会不错，会有蛮多更深层的交流，会有蛮多更多理智的讨论，会更多的如果你们常常一起出去或什么，会有很多更多的新发现。但是对于两个人新的距离并没有很大的增进，只能够保持现在这一个状态。那会不会增加他对你的喜欢呢？一定是会有的啦，因为相处久了，喜欢当然会比较多但是要变成恋人的距离啊，我帮你看一下。看一下那个节奏跟速度，变成恋人的。很酷。这里却告诉我说，其实你们的关系有更多的主动跟更多的表达，你们其实要变成恋人或什么的，距离不远呢。我觉得这里就差了一些更明确的表达、更明确的行动来确定关系。他现在的意思是说，
你们的关系跟距离其实没有太大的，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用距离来讨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它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比较像是用点每一个事件点来净化你们的关系比较重要。比如说，有共同的旅游或共同的什么，共同的比较特别的发生一个事件，比较特别的一个创造两个人相处的情况。比如说送个小礼物啊，或者特别告诉他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去什么地方，创造一些独特的回忆，能够瞬间让关系变得更浓密、更有成分。好，跟什么时间啊，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做多久才会才就其实不这个观念去想这件事，跟你这关系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它更多的意义真的是你要用事件去堆积你们的关系哈，你们的关系才会比较好的拉近跟，因为它这里有一个魔术师牌在显化你们的关系。而且它有在显化，而且是各种能量一起显化，所以表示说你们在这关系上面做任何的事情都对这个关系有很多的帮助，是成分的提升跟成分的帮助哈。但是它真的要创造蛮多的事件点的，慢慢来，其实慢慢来好像没有什么帮助。你可以创造很多有趣的点啦，你自己想一下要创造什么有趣的点，比如说，就找很多借口约他出去，找很多借口邀请他来啊，然后这种借口请他一起参与你的事情哈。这关系蛮特别的哈，而且他也以我刚刚看他的负能量很多，他是一个配合度很高的人，而且他并不是一个呆板的人，矮板人他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回馈，他也是能够给你很多回馈，可以给你加入讨论，可以给你很多创意的人。光是这种讨论你们关系内容这个部分，对他来讲是非常有趣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拉近距离的方法。好，因为他的风能量真的太多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是一个藏在底下有非常多智慧跟聪明的，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如果说很聪明，就是思考很灵活的人啦。所以，当你创造一个新的讨论点，创造一个新的事件点，它都会有很多很好的反应跟回馈。好，他不是一个你一直拖着他走的人，因为他风能量很多，他是一个非常弹跳的人，可以在穿梭在各种话题里面的人，都可以穿梭在各种创意里面的人。那如果你能够展现一些火能量，那它又是风能量这样吹的话，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紧密、更有内容、更好一点。好，目前感觉好像要找到一点点方法来创造你们关系哈。好，再翻一下，这还有位置。但是有时候注意一下，他有时候会被一些小小的固执他会有一些小小的固执，但是这个固执可以被一些柔情公式破解。他给了一些柔情公式破解，他很适合塞奶啊，或者撒娇给他会比较能够柔软下来就停下来。他是一个还算是一个有趣的啦你看，常常往哪思考一想到他的时候，那个风能量就来了。好记得你要创造蛮多的事件点，创造各种有记忆点的事件，对关系的成长比较快。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哦，有些人对各种事件点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他们不觉得他们就喜欢慢慢成为一个关系。有些人比较在乎这个，但是这个人呢，更在乎的是每一个亮点，每一个关系的亮点。他会在回忆每一个关系的时候，会只回忆其中的亮点，而不是回忆一个大体的感觉。他不是只会回忆一个大的时间的感觉，他会回忆每个亮点，然后来增加他对于这个人的价值。他会就用这个方式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或是在他心里的重要性。所以你每一次创造一个新的事件点的时候，可以仔细一点或是有创意一点，或是都变化一点，不要如出一辙不要都是同样的模式复制。你也把它当成是一个游戏嘛，当成是一个各种支线任务，每一种任务都有不同的内容，每一次都去做一些创意什么找他一起加入玩，大概是这个态度，你们的关系就会拉近蛮多的。反正他本质上他是喜欢你的，只是
他现在觉得这样子也不错，但是其实是可以被突破的。好，现在是可以被突破的，你可以试看看。好，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希望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牌面，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建议，能够对于你跟他的关系拉近有帮助哈。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于牌面符号象征的诠释。真心希望有帮到你。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跟分享哈。然后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还没订阅的朋友，希望你能够订阅，谢谢。好，接下来是选到第3组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他慢慢喜欢我了吗？他对我的感觉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感觉比较多哈，所以可能语速会比较快，请见谅。哦，你们的关系蛮好的耶。其实他是喜欢你的哦，而且只是有一个小提醒哈，你不要。他是喜欢你的，他对你的表达蛮多的哈，他对你有很多热情啦。但是只是有个小提醒哈，你常常会有点泼他冷水哦，你是无意识的哦，因为你的反应可能对人来讲是很自然的哦，对他来讲是很正常的，可是他有点小小泼冷水，所以但你没有那个意识，你也不可能有那个意识，只是说方法可能要调整一下，因为他一直让我觉得他好像有一个火焰烧起来又有点变弱，烧起来又变弱哈。这可能是你们2个的不合适啦，但是都是可以调整的，没有一定是完美合适的情况。所以说，希望你注意一下，就是有时候给他的一些反应跟回馈要更好一点，更热情一点，更柔软一点，更可爱一点，更符合他一点。你可以讨好他一点没关系，好吧？你可以增进感情的状态哈。来，再看看别的。关系里目前有一个僵持期，所以僵持期是不进不退哦，维持在一个默默的喜欢的状态，还没有太多的进展，然后，朋友的关系，朋友的样子，你们的关系是朋友的样子比较多，哦，然后他会用一种比较打闹的方式来去跟你比较接近，因为他不想要。他心态上，他不想要成为负担啦。可是他对你的表达，他其实用了很多的创意来跟你表达、跟你相处。所以他其实实际上他不是默默喜欢、慢慢喜欢，他是已经喜欢你，他是喜欢你的，他也在慢慢的增长更多。他自己这边就有慢慢的成长，他对你的喜欢的能量，只是他都会慢慢的做一些小事情来探视你、试探你哈。然后他有在偷偷的保护你哦，他有在偷偷的为你做一些事情哈，只是你可能没有发现。然后。他这边有在提醒你，现在的情况需要你的样子或是你的做法跟他相处的模式需要有一点新的改变。现在跟他相处的模式是让你跟他关系没办法拉近的，就是你的个性或各方面你觉得对的事情，可能对他来讲不是很顺，不是很自在。但是因为他对你的喜欢还蛮多的，所以他其实没差，对他讲没差，他也愿意试探，但对他不太有影响。因为这整个感情的能量真正的正的好的能量都在这边，你那边的能量比较多在于他没办法接收到，而且你比较相信你的感觉，可是其实那个感觉对他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对的感觉或是对的方法，你太在乎用你的直觉来做事情，不是用观察的，所以这里有比较多希望你能够观察一下他的反应，或是他做的方法，再给他多一点反应。毕竟你这个问题是问他会慢慢喜欢你，表示你也是喜欢他，你希望得到他嘛？那你的适时的调整对这个关系的进化跟进展很有帮助哈。我直接看看有什么更多的能让你们关系拉近的方法或提醒。好，其实也还真的是你要更仔细的去观察一下你跟他的关系，观察一下他的举动你要真的要筛选或是选择你的反应而不是随便就都靠你的直觉或反应去反应，因为你有些反应对他来讲他是有点难以理解，或是难以去做反动，就是再做一个新的回应给你他会有时候会有点卡住，但他不至于消灭他的对你的热情啊，但是对于关系的成长是又会停滞下来然后他其实是有一个蛮玻璃心的心啦，但他不
不代表他这个人是不够勇敢、不够坚实的，他只是心比较容易被敏感，他心比较敏感，所以你的任何东西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对他人都是一个蛮大的冲击，所以你要好好的选择你对他的你们的互动方法哈。的确，这已经又出现第二个牌，告诉我说，你要适时做一些改变来去提升你们的关系哦。但主动权在你哦，改变的契机点在你哦。好，在他部分，他其实他也没有太。他其实很努力的试着接近你，用很多方法接近你，可是他其实方法也不够多，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什么的。但是因为你对他的吸引力，让他觉得很有趣，他也蛮在乎你的存在感或什么，所以他会试很多方法，或是很自然的啦，他没有特别去想要去试什么方法，他自然而然的接近你，他就会想说，给你来点不一样的或者什么，他会顺着当时的气氛或什么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可他骨子里是个比较传统的人，所以他预设的你的反应其实都是那几样。他其实有点傻傻的，他做了那么多变化，很多东西来试着接近你，可是他却没有想到说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他用一种比较传统或什么，他只是在追求某几种反应，你要给他的好哦。所以你给他的反应有很多是他不预期的，他才会觉得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不知道。表示你现在有一些你自己个性上的反应，对他来讲是他不太理解的哦。我反正就看到这牌，就看到他是一个傻傻的人，但他的内心是一个很乐观的、很快乐的哈，有很多快乐场景的，有很多花朵的、很美丽的、很丰盛的画面。他内在的心境是这样，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好，然后我也看到了，他是一个喜欢嬉皮笑脸的人，也是常常都是带着笑脸的人。他是个开心的、happy 的人，所以他其实，在某方面，他是一个比较儿童式的快乐的人哈，在接近你，你很像是他突然喜欢的一种玩具。我不能说你是玩具，我是说用这种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没有很多，就会对玩具是他们的最大的乐趣嘛。所以我就说，在小时候，你可能像他小时候看到一个玩具，他一定想要，他觉得很舒服，带在身边，或是一个娃娃抱着睡觉很重要的那种感觉哈。他现在对你的感觉是这样子。好，或者是这个逻辑哈，现在在这个关系里，然后我再继续看一下他的。我们来更多观察一下他好了，想知道他更多，其实他也蛮有趣的啦。哦，你的部分真的就只是改变一下你给他的反应哈。你当然都觉得给的很好啦，但是他对他来讲，他不在他的行为语言里，或是他所能理解的语言里。哦，你可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就很好了，因为他其实期待没有这么多，他期待没有太多。哦，其实如果不知道怎么调整的话，就先从柔软调整，先调整比较柔软的方式就好了。比较可爱、装可爱的方式也可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边哈。好，有重复的牌，我都已经跳着抽了，还抽到重复的牌，到底是要提醒我多少次？这个就先等一下哈。那时候也就说过，哇，重复牌很多我觉得这里只是重复提醒我说，它是一个内在很像它的火焰是小孩子的那个火焰很自然、很温柔、很有趣，会变色，会变很多种颜色。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如果你慢慢的欣赏他这方面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带给你非常多快乐的人。你接近他的时候，虽然他有一种不稳定性，但是他可以带来你的生活一些很多的丰沛度。这个题目你问我说他慢慢喜欢你吗？这已经不是这个题目了这已经偏向是说他是喜欢的，已经不是慢慢的，他希望在你身上得到更多的喜爱来。不过这题目，如果你想的是一个遥不可及，根本就没有，那就我觉得这就没办法，因为我觉得那个意念不太对。来，或是我可能有预测到某些人在偷偷接近你，可是你想的不是那个人，也有可能看一下他，
你们两个会有蛮好的相处方式，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们其实会有很好的相处模式，可是你们好像没有那么认真两个人相处在一起。你们两个可以挖掘蛮多你们两个的相处样子，也还有蛮多特别的样子。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关系里面让我看到很多千变万化的快乐。好，而且每一次都会在相处的一些困境中再升华，再进入到一个更好的阶段。然后这张牌虽然让我很介意，但它没有让我影响太多。我等一下再重新看这个，这个也出现。你们两个如果更接近的时候，会有比更好的热情，更好的趣味。我就觉得这会变得更灵活，它可以带着你去玩很多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他外在表现的这么快乐，这么有趣，这么活泼，这么有弹性，他内在就是这样子的人。他对于浪漫有很多很有趣的想象哦，而且他也是一个能够享受浪漫的人，他是一个浪漫体质的人。然后他对事情跟很多事情也是用一种温暖的方式，不是强硬的方式哈。他能够配合很多事情的变化或什么，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人。所以如果你反过来主动去调整一下你的反应哈，用一种比较柔软更可爱的，或是配合他的反应去做，你会挖掘他很多更多的优点，会增加你对他的更多的喜欢，关系也会拉近。这些好，再仔细看一下这张，这张让我蛮介意的。然后就仔细看这张哈，因为这张让我觉得说它比较像是我刚刚看了这么多牌跟整个气氛的一个流动啊。突然这里有一个石头卡在这里，他突然让我的意识到说，他这个人是不是表面装得很快乐，可其实内在有很多痛苦的事情。可是我刚刚牌面上看到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呢，所以他如果内在有一些痛苦的事情的话，第一，我觉得他已经越过了，而且他那个东西也不在乎了，这可能也是让他现在变得比较乐观、比较绽放、比较看事情比较无所谓哈，比较能拿捏事情。反正他现在变得很乐观，可能是因为这一张牌底下藏的一些事情，让他升华了进阶，然后他体悟到人生一些东西。但我还是想翻看看，让我更理解一下他。还好出现这个，因为这两张牌让我发现说，他有内在有东西没有解决，但是还有出现星星牌让我发现，没有，他已经过了，他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升华成一种，他对于未来的新的期许，他已经知道他更能够选择他未来的方向，他想要的东西。从星星牌这边出现的时候，已经压过这些东西，他这个能量大到我觉得，因为他这个两个水啊，它其实有一种像是说精神跟物质的能量达到一个平衡哈，它踩在比较感性的面，又把水倒在一个土壤里面，就表示说这些东西是融合的，表示他说他这里的很多问题啊，这些困扰啊，这件困难呢，他的一些事情已经受到调和了哈，而且已经调和到说他已经对未来许愿了，他已经往未来那个方向走了。这也难怪刚前面这么多张牌翻出来的时候，他这个快乐的、自在的、很有弹性的，表示他前面的人生历程学会了非常多东西，而改变了他现在这种比较完整的个性，内在比较健康的。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太多疑问的人，所以他对于你的喜欢呐，我觉得他对你的慢慢喜欢的速度是蛮快的。他很快就发现你是能够带给他乐趣的能够带给他一些新的未来愿景的，比较符合他未来价值观的人，所以他很愿意去探索你，即使你的给他反应是不如他预期的，或是他所不理解，但他觉得这是蛮有趣的，因为表示你是一个很不同的人，他已经经历过这世界有很多不如预期的情况了也没有一个一定的规律，所以当你身上出现一些说一些反应是他没有想过的，他会觉得这都是值得探索、值得学习这些经验的，而是这些东西反而正在吸引他。来，我看一下你在吸引他什么，帮你翻更多。来，不用这个了。这张牌又跑出来了，有时候真不懂。好，我觉得他处于还蛮多，你真的，我刚才你讲过他，你很像你的小时候玩具，的确，你很像他以前所熟悉的快乐。你身上有一些东西是像他以前小时候熟悉的快乐他突然出现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种。
天真被救回来哈，他有一种释放，他对于现在现实生活的一些压力被他在你身上得到了一个新的释放哈，然后他又感受到他自己有一种全新的火苗火焰，是他以前没有的，他真的有让他自己觉得他回到小时候，回到小时候看卡通的那个感受，他有感受到他小时候看卡通的时候，对世界的一个想法，对世界的一个建构的一个样子哦，他喜欢那一种感觉的很多颜色什么的，在你身上有发现哈，你身上有一些神秘感或什么的，很有趣。然后他心里有幻想过，他愿意为你，他愿意拿他自己来跟你给他的这种天真，他这心里有一种他很想回到小时候的状态，所以他有点想要把他成人的世界跟他小时候都有一种兑换，都有一种牺牲也没有关系。所以当他发现你身上给他的一些他小时候的一些滋味跟一些气氛，虽然你不知道你给他什么，但是他身上确实有这个想法，所以这让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自在、很舒适，像小时候在玩耍，所以他就特别喜欢接近你哦。这也能够我刚刚前面看到一些牌，有感觉到说他为什么愿意去试很多方法来接近你什么，因为他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有趣的玩乐的东西，但他并不是把你当成是一个玩具玩乐的情况，他只是他已经成熟到了怎么用成熟的方式去表达这一种变化性、这种多元性啦哦，他已经知道怎么把这种喜欢用另外一种方式，用各种方式来表达。不过你要相信他，他其实不是，他是个认真的人，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这里有没有看到随随便便的人？好，来再看一下。他对你们的关系是有所期待的，而且他有看准之后可能会发展的样子，而且他也很有自信，能够让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一个他所期待的样子，还有具体的结果，而且他很希望你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他也会愿意达成哈。毕竟他是一个很柔软的心的。这整副牌的水能量还蛮多的。这前面好几个水能量的，而且那个水能量都是在整个里面慢慢流动的，很稳的，很安全的，很舒服的，很像夏天你会碰到的凉水一样。夏天碰到的溪水的那一种舒适度，在这一题这3号里面一直在串流，而且是他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水能量，所以才会一直在告诉我说，他是一个能够接近你，能够帮你解决很多事情，能够给你很多快乐的人，因为他的整个磁场或者什么都是往你这边压的哈，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们喜欢，他其实还蛮喜欢你的。他对你是还是蛮有好感的，即使说他并没有要往恋人那个方向走，现在没有表达，但表示说你们这个关系对他来讲是很舒服、很舒适的，而且他还是会慢慢进化成那个关系的，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你又跑出一盘嘛，告诉我他其实是一个思想蛮传统的人，但是他却还有这么多变化，真的很有趣。他只能告诉我说，他真的很喜欢他以前啊，他真的很喜欢他以前，他很怀念他以前。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小时候或什么，他就觉得他以前比较快乐，他有发现他以前比较快乐，然后他更喜欢以前的自己，所以他现在有很多大的力气，希望能够重置哈，或者抠比以前的那个状态。他希望他接下来的人生各方面能够保持小时候的那种快乐的状态，是他人生现在所想追求的。那刚好你的出现身上有一些这个特质，所以他才特别喜欢你，对你才会有新的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部分。来看看你有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你很了解你啦，所以不需要翻牌来告诉我你是什么，只是说会有一些盲点你没办法注意到，看牌罗牌能不能能不能给你一些建议或方向，好告诉你。你可以想想你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哈，你可以想想一下你小时候的快乐是什么，那你就会比较了解他了哦。然后你好像会从他身上学会，原来你没有那么喜欢自己，或是别人那么爱自己哦。因为这里有发现说你的感觉都太外了，都往外了，太从别人的眼光来感觉自己。其实这个人可以教会你什么是原本的你，什么是你原本最喜欢的东西，什么是你小时候真正的快乐是什么。他有在提醒你这个。然后当你开始理解的时候，两个的契合度，所以你以后就会开始很理解他，你给他的反应就会做对。然后两个契合度或关系就会变得比较接近哈。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对于多元的有变化性的东西都非常有兴趣。虽然以小时候我们会说就是有一种
怎么讲？持久日不够吗？还是什么喜新厌旧或是3分钟热度，3分钟热度你们有这种概念？但是还好，3分钟热度不是什么缺点，而是你们喜欢一样一样新的东西，你们探索新奇的东西的能力很强你们要把这个概念反而换成这个，然后你们能够讨论很多新奇的事物，什么？你们不会对一个东西的喜爱持久太久，你们喜欢一直不断的有很多新的喜欢的东西这是你们能够互相相处讨论相处的一个模式因为你们好像你们有共同的小时候的感受，你们还没有挖掘我觉得这里是你这边还没有挖掘你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或是你小时候的样子我发现好像是他有发现，但你自己没有回忆起，或是没有记起来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你小时候喜欢的快乐是什么，然后他也没有发现他喜欢你的东西是因为你有一些小时候带来的快乐感什么的，因为你有时候会有无意识的一些表达，无意识的表现，可能会被你小时候的一个模式，或是小时候的生活，或是成长环境所影响，但他是一个旁观者，他有看到那一个快乐，或者看到那个样子跟他的小时候的或者以前的东西有蛮接近的，所以他才在其中觉得你有一种熟悉感，而不是个性上的熟悉或是什么的，而是你身上有一个熟悉感吸引着他。我这边开始有看到了不过我发现他反而是你的一个很好的贵人吗？我也不知道，他会启发你一些爱自己的能量，因为你会发现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爱自己、这么活泼、能爱别人也爱自己的人，所以你跟他接近的时候，你自己内在的能量会新的能量、新的想法、新的爱的力量会在其中会出来所以你可以多主动靠近他一点没有问题。其实现在这关系你可以多主动靠近他一点没有问题，然后像刚前面说你的反应可能需要有点调整，然后什么，我反而觉得到现在来说也还好，你可以把这个难题丢给他，让他去更理解你，而不要对自己带过多的调整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你可以调整一下没有关系啦也无所谓会不会加分，只是你想不想调整看你，只是前面有一个这个建议，好像有一个契机说是有点加分作用，有点让他了解你的速度会比较快，了解你会比较透彻，也有这个帮助，那你可以选择好，再看一下看一下你应该还有空间可以这样子火能量都出来了，就是这边我有发现，如果你发现他有一些内在阴影面跑出来的时候，记得不要问，不要探索，不要问，不要探索专注在他所外在或是他现在所表达出来的快乐与热情里就好了。他有一天会自己会把他心里某一些小时候的悲伤或什么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只是猜测，他有一个小小的黑暗点有在这里浮出来，然后他把它藏在很里面。如果他有一天会跟你讲、跟你分享，他表示你们的关系真的进到一个很不错的关系。但是现在连他都不太想想起，只是塔罗牌有翻出来说，他现在所有的反应跟热情，这些很活蹦乱跳的个性，都是始于他小时候的那一个黑暗面。他要把它覆盖，他要把它深化，他要把它改变所以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他已经转化成这么成熟的样子的表现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往下挖，但是他总是有的时候会想起来。然后那个时候，他如果想起来他想跟你讨论的时候，他跟你聊或分享说，那个时候你在听，然后记得听就好了，不要做太多反应，好吗？不要做太多的批评，不要太多的见解，不要太多的建议，不要太多的给予。听完了，给予一些温暖舒服的感觉就可以了。好，这是这里后面最后给的。好，我想3号牌没有什么问题后面发展跟找到的一些关系的契机点都有希望能对你有帮助，然后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于牌面上的象征的诠释。如果对你有帮助，然后你喜欢它，记得按赞跟分享，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谢谢你来听。